再来 DI 的部分，DI 当然这个地方就看不太出来，如果它真的有上有下的话，你可以想象它波动会很剧烈，这样子。那我们 DI 的时间策略会比较复杂一点，因为 DI 的每一种题型的那个 format 差别很大，只有2个条件，然后5个选项，那都不用去看。这种 DS 题我们就会时间放2分钟，但前面会放到2.5分钟。那针对中等的题目，就是有2个选项要你选的 TPA，还有就是给你图表，你拉至少2个下拉选单的 GT 会是3分钟，但前面会拉到3.5分钟。针对有好几个分页，然后有3道题要你回答的题组 MSR， 前面会用到7分钟，后面就回归到6分钟。那在最后一个阶段，甚至我们会提早放弃。按照这个概念来看，它的超时题主要有 MSR， 还有就是 DS， 还有就是 TPA。那 GT 反而是没什么超时。不过超时不代表决策错误，真正决策错误的应该是它到中期的时候没有时间到就停下来。当然对他来说啦，这个问题应该不是很重 ，DI 没有那么急迫。你看到最后其实都还是有认真写，最后是没有到时间不够的问题。只是呢，我们难免都希望所有题目写完之后，如果你有机会回来检查，会是更好，对不对？可是你看他全部题目的时间加在一起44.2，对吧？他后面也没有回来修改题目，所以你就知道他其实如果能够再挤出4到5分钟左右的时间回来，哪怕是修改1到2题，都很有价值。我们先按难度来排序，当然，如果你自己在看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按这个题型来排序。来，按照难度按照题型来排序。首先 DST 的部分有1/3的题目是超时的，所以我等一下帮他安排就是 DST 的读书计划的时候，我就会请他要控制时间，先拿3分钟一题，习惯就拉到2.5分钟，再习惯就拉到2分钟。那其中呢，我会请他帮我去把像这种难度比较简单却耗时甚至做错的题目，有没有看到？像这种题目难度很简单，但是呢，你看难度比它高的-0.43、-0.14甚至0.25的都可以做得很快。那这个地方难度低却做错，就很怪。我就会请他把平常做题耗时的 DST 整理出来，然后去分析它是属于我们刚刚看到的数学考点的哪一种。代表说它可能是数学的问题。通常会有2种分析方式，就是说我们会去看数学这边的考点是什么，再去看 DI 这边关联的数学考点是什么。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DI 就是数学跟 verbal 的结合嘛。你看它这边有数学题跟非数学题，我们去比对一下数学的考点跟非数学的跟原本的数学那边考点，如果是同一种考点，代表说这个不是题目的问题，不是说 DI 这个题目特别 format 特别奇怪，是你本来的观念就是基础能力就是不好的，我们就会去加强数学能力。但有另外一种情况是，这边你做的耗时，这边你做错，但这个地方明明是你数学的强项，这种题目如果出成纯数学5选1个选择题，你是会选对的。结果你放到好资料充分性的时候反而做错，那代表什么意思？就是可能是这个题目的特殊要求，比如说要看充分，要验证有没有唯一性，你对它的理解有错。就我们的分析都要这样交叉比对，所以我就会请同学去优先当然是回忆啦，回忆说考场上这道题到底是什么让你耗时，这道题到底是什么？如果没办法回忆出来，就会请同学去整理平常的 DS 错题或者是耗时的题目，然后我们去分析出它背后关联的数学考点，去跟纯数学那边比对，就可以知道到底是这个题组本身题型本身有问题，还是说只是数学有问题而已。Anyway， 这边我给他的 DS 的建议就是去练中等难度的题目。为什么？因为你看他大部分错的题目都卡在中等难度，还没有过1.5，然后要继续加上现实。GT 的部分它是没有时间问题，所以他平常练习不用去特别现实，没关系。但 GT 这个地方呢，你可以看到他错数学相关的题目是错非常简单的题目。像这个地方，好，中等难度的题目，这2题都是错数学，甚至这道题错的还比较简单的，这道题也没有很难，也不是高难度，也不是1.5以上，它也是中等难度的题目做错，所以它很明显，GT 的数学相关的能力是比较弱。那我等下帮他安排读书计划的时候，就会让他去多做一点跟数学相关的题目，且难度会稍微调低他的弱项。那 MSR 地方呢，我就会去询问同学，是不是一开始在理解那个分页的时候有遇到阅读障碍跟资讯写接障碍。就要请问他的回忆。所以同学如果出考场的时候有把它记录下来的话，那就很棒了。我们就可以看到成绩单里面看不到的东西。那如果记录不起来的话，我也会请同学去找跟考场上感觉比较相似、平常做题的MSR，然后呢，跟我介绍到底哪里会遇到障碍。OK，就是首选一定是考场回忆。那如果没有考场回忆，因为大家考场考完就忘光光了嘛，你只记得情绪很难过，对吧？如果没有考场回忆，那就是用平常的做题记录去做分析代替。
所以这个地方 MSR 我还要进一步去知道它具体的阅读障碍是什么。它应该是这个分页本身的理解就有障碍了。OK，但如果是根据纯数据的话，我会帮他加大练体量，变成一天要练3到4篇，然后会让他去逐步的限时，从8分钟限到7分钟，限到6分钟这样子。那 TPA 的部分呢，这个地方则是大部分错的题目都不是低难度，而是中等难度的题目。那所以这个地方呢，平常做题的时候，好，就是做中等难度就够，而且只有一道题超时，应该是真的是解不出来，不是说本来就解得慢，而是说刚好遇到障碍，所以其他题目你看几乎都没有时间问题，所以 APA 应该是不会帮他限时。在这个地方，我给他的具体建议是这样子的：DST 这边我们练605的难度的题目，或者是中等难度的题目。我有些时候会写这个数字，写分数，因为我们最大的做题网站 GMAT Club 上面，它的难度是分级的，是用分数来分的。但是你的 OG 里面的线上做题，它也可以去写难度，那它那边是用 Easy、Medium、Hard 来分，所以我这边都会去写。所以 DST 的部分呢，我们还不确定考点是什么。我们刚刚说过，到底是跟数学有关系，还是跟题型有关系，不确定，所以还要等同学回报整理。但是呢，要限时，然后6到8题。然后 GT 的部分，我们刚刚说了，它的非数学比较弱，数学比较弱，所以数学这边呢，我们需要做比较多题目，然后难度要稍微调低。那 MSR 呢，就是先根据纯数据的建议是加大练题量4篇逐步显示，但是呢，它 MSR 应该是有遇到资讯理解的障碍，它必须要去理清。我们必须要一起找出这个障碍，我需要他帮我补充考场的回忆，或者是把过去做题记录有比较类似的感觉跟我讲。那 TPA 的部分则是中等难度605题，不用去限时。经过这些东西的安排之后呢，这位同学在1个月之后考到了605分的成绩，超过了40%。那现在这位同学要继续往上冲刺到645甚至675，让我们一起祝他成功。所以你刚刚看到的是一个最完整的分析。像你知道这个分析其实蛮花时间，为什么？因为我们终结者刚刚不是有说嘛，就是终结者的特色是说，我们会跟同学有面谈嘛，但每一次面谈前，我都会请同学提早交资料，就是把这个成绩单交上来。我会在面谈前一天，我会花1个小时的时间，专门帮这位同学去跑数据跟提前分析，然后打一些我自己的判断，然后再来面谈当天，我也会跟他像今天你看到这样去讨论，然后请他回忆一些重点资讯。那有些东西可能当下回忆不出来，我会请他事后帮我补充，事后我再回来去做后续分析。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就是同学会进步的原因，因为同学这边也很努力去执行读书计划，而我这边的读书计划也尽量帮同学能够做到精准。好，这是我们跟同学一起努力的结果。